果然带孩子就没有不疯的。基地的4大贵妇已然疯了仨。不带娃时的北川，那是一个潇洒自在。在生3胎之前，北川不会带娃，都是只管生不管带。所以即便北川已经18岁了，也看不出任何岁月的痕迹。这奶乎乎的模样，像极了3岁的熊猫宝宝。看来带孩子才是最费心神的。但就在今年，北川突然开窍了，学会了带孩子。而且他不仅要带自己孩子，因为川仔随了他，也不会带娃，所以北川还要帮闺女带孩子。北川也是熊猫界为数不多外婆帮闺女带外孙的大熊猫了。但北川的这个小外孙荣硕可是一个不好带的废头子。这天他冲过来就打翻了外婆的小饭桌。北川一脸无辜地看着他，这委屈的小表情，感觉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了。他丝毫没有了不带娃时的潇洒模样。他隔壁的招美女士也好不到哪去，不带娃时的招美简直可以说是人间富贵花。带娃时的招美被气得越来越像冯巩老师了。因为美伦没有纽扣，所以每次都是只管生不管养。招美那是替他养大了一个又一个，而且今年的小鳌拜也是格外的难带。别看他长得甜甜的，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，实际上他是既能吃又能废，吃饱了还要打招美女士。招美那是饭都吃不安稳，但别人家的孩子也打不得，招美女士只能默默忍受了。之前总说陈圆润生1胎美1圈，那只能说是她没遇到难产的主。圆润的第1胎润九是好闺蜜淼淼替她带大的，2胎生的二狗又比较的独立，基本不黏她。干女儿花花又是恬静可爱的，所以圆润基本上没有吃过带孩子的苦，所以她才会变得越来越肥美。但现在的3狗和4狗2个废头子就不一样了。现在陈圆润又重新回到像被屁崩了的模样，开始变得越来越潦草了。而且3狗和4狗还经常打架，陈圆润每天都有断不完的官司。看来不管谁来带娃，就没有不疯的。是一年寒冬腊月天，也到了灵岩吃冰块挂奶爸的季节。现在的灵岩已经开始哼着小曲坐在水池里啃冰块了。还记得去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，也是冰天雪地的天气，灵岩一边泡冰水澡，一边啃着洗定水冻成的冰块，把一边的雷达奶爸吓得瑟瑟发抖。于是奶爸就先发制雄，把灵岩坑爹的一幕发到了网上。他又要去玩冰去了，我真服了。这真的是要让我死网上吗？啊，你真的要让我死网上吗？灵岩，我给你放个悲催点的音乐吗？如果不是看灵岩200大几十斤的体格子，还有那圆圆的小肚腩，可能真的会有网友被他骗到。如今灵岩故技重施，结果得到更多的是大家的调侃。虽然灵岩总是想方设法想把奶爸挂网上，但奶爸却实实在在把他放在了心上。灵岩从太空舱往木架上跨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磕到了脸，可把一旁的雷达奶爸心疼坏了，把灵岩喊到了小卖部的窗口，一边给他喂美味的笋笋，一边安抚他。奶爸的关心真的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。我们灵岩也很倔强，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。第2次灵岩就轻轻松松地从太空舱跨到了木架上。前一段时间栾川出雪，因为雪太小，温度也不够低，所以雪一落到地面就化了，根本存不住。奶爸为了自家熊孩子能玩上雪，便提着小桶，拿着铁锹，跑到山上把雪一点一点的收集起来。奶爸的手肉眼可见冻得通红，收集满了1小桶，奶爸便一路小跑回家，生怕跑慢了雪就化了。灵岩和麦麦看到雪玩的也很开心，即便是灵岩没有火出圈的时候，灵岩也被照顾得很好。那时的灵岩无人问津，现场没有游客，十分的冷清。灵岩和麦麦也被养得白白胖胖的。灵岩贪玩不吃饭，奶爸就提着桶追着喂，所以灵岩这活泼的性格跟饲养员的疼爱和陪伴有着分不开的关系。猪真的长成大孩子了，现在的他已经比小卖部窗口还要高了，也就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，媚猪从踮着脚才能够到窗口，到目前他已经比窗口还要高出1个头尖了。而且媚猪这个越狱惯犯，现在翻窗特别的利索，也就3两下的功夫就能顺利翻出去了，这动作也可以说是特别的丝滑。但如今相比媚猪越狱，大家更期待看到他卡住的那一天，不知道到时候他小小的脑袋里会不会装满大大的疑惑，明明之前还是好好的，为啥突然就翻不出去了呢？菊萌萌有时候也特别宠媚猪，整天抱着闺女亲亲，媚猪在她的怀里就像一个玩偶娃娃。菊萌萌也知道自己的闺女很可爱，她有时候会抱着媚猪大大方方的给游客展示，这得意的表情像是在说媚猪可爱吧，我生的。即便是媚猪调皮打了她，她也不生气，虽然她把嘴巴张得大大了，最后也只是轻轻的咬了一下。这里真的可以看到菊萌萌满眼的宠溺。有时候菊萌萌趴在地上睡觉，媚猪从她身上踩过去，她也不会生气。而且媚猪很会看妈妈的脸色，如果妈妈真的生气时，媚猪秒变老实，坐在妈妈身边乖乖的，这模样妥妥的就是乖宝宝。现在菊萌萌也会像其他熊猫妈妈那样，经常训练媚猪。媚猪爬树，菊萌萌就会把它拖下来；媚猪爬窗口，菊萌萌也会过来阻止。
特别是在外场的时候，因为媚珠比较独立，喜欢自己玩耍，菊萌萌也会抓住媚珠，拖着媚珠跟她走。媚珠爬树，她也跟着爬上去，母女俩一熊一个树杈，这画面看起来和谐极了。得不说联动是会选熊猫的，金虎飞云和妙音都是个顶个的好看。小时候的飞云颜值就很出众了，圆圆的耳朵再加上仓鼠脸，这小模样像极了一只米老鼠，果然能打败飞云的只有飞云小时候。阮女士因为认养了飞云的哥哥奥运，所以她也经常会过来看飞云。当阮女士和她说哈喽的时候，飞云还会吧唧着小嘴做回应。哈喽，不要。最后都兴奋地摔倒了。有一次阮女士在笼舍前喊飞云，结果飞云没回应，却把金虎给喊过来了。不认识金虎的阮女士还挺好奇这个热情的小家伙是谁。朱云，应该是朱云吧，鼻子这么长。结果被阮女士最后一句话给扎心了。那时的金城虎看起来确实有点车座子，竹韵妈妈也好爱她的老儿子，总是把金虎护在身下。但金虎小时候很调皮，只要竹韵妈妈一眼瞅不见，他就开始爬栏杆。竹韵害怕他摔着，就会把他薅下来。而且这孩子从小话就多，刚喝完盆盆奶，奶妈给他擦嘴，他就一直嘤嘤叫，奶妈还一边擦一边回应他，真的是用吃的都堵不住他的嘴。坐在他旁边的妙音一声都没吭，就乖乖的吃胡萝卜。现在金虎都14岁了，还是整天咩咩叫。如今的妙音可忍不了一点，分分钟都想捶他。金虎啊，你能不能不吵吵？妙音都烦你，是吧？妙音，妙音，你说呢？一大早上你别让我睡觉，你在干嘛？你好好的，对你好好的。对，如果是看不见你，看见你我抽死你。妙音平时虽然喜欢翻白眼瞪人，看着有些高冷，但她其实从小就特别喜欢黏着飞云，吃饭的时候也要和姐姐贴贴，有时候还会跑过来抢飞云的竹笋。飞云也不生气，就这么宠着她。三个小家伙出生时间相近，从小就生活在一起，后来又一起来了联动，他们会一起爬小卖部窗口找奶爸奶妈要吃的。三小只没分开的时候，金虎可欠了，他不是抱着飞云的脚啃，就是按着飞云打。妙音也没逃得过他的撩弦，非要把妙音从树上挤下去。后来他和飞云妙音分开了，人家两个小姑娘在一起打闹，可把他激动坏了，隔着玻璃给妙音当场外指导。大连的三宝各有各的特点，飞云甜美，妙音高冷，金虎帅气，每一只都是颜值爆表。全网都在等的媚珠卡珠事件终于来了。随着媚珠的长大，这个外卖窗口相对于她来说显得越来越小了。就在昨天，媚珠再次翻窗越狱时就卡在了窗口，现在媚珠的头还伸得出去，但是因为翻窗时前肢要用力，肩膀是打开的状态，她是卡在了肩膀的位置。但如果不是饲养员过来关上了窗口，以媚珠的聪明劲儿，摸索一会还能翻出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其实在前2天，媚珠就出现了卡珠的迹象，上次卡的是屁股，只见媚珠半挂在窗口上，任凭她的小脚丫怎么扑腾都无济于事。虽然媚珠对于这件事充满疑惑，但全网的叔叔姨姨们都乐坏了，毕竟他们在媚珠翻窗越狱的第1天就开始等媚珠卡珠的时刻，也就不到3个月的时间，媚珠从踮着脚尖才能趴在窗口上，到现在已经比窗口还要高出一个头尖了，不得不感叹媚珠的成长速度。但媚珠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在前段时间，她从翻窗越狱出去后的第1件事就是站起来啃窗口的边缘，看样子她是想把窗口扩大一些，而且上面已经有很多被她啃咬的痕迹，但她的小奶牙怎么可能啃得动？媚珠最后也只好无奈放弃了。后来她就学会了新的越狱方式，那就是开门从员工通道溜出去。媚珠真的特别的聪明，她小年纪竟然就有模有样的学会了开门，以后饲养员都要防着媚珠了。不知道媚珠再长大些会不会学会开锁呢？